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啊。首先，老师先喝杯茶。两件事的宣布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清明节的一个主德回向的法会啊，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那老师有在赖群，还有老师的朋友圈啊，都已经有公布，还有我们的 YouTube 社团啊，都有公布。那稍后老师会把这个链接啊，更新到我们的一个今天直播的说明栏位，因为老师刚才想起来，然后这边没有留。好，那如果有要做清明回向的，那么各位可以去报名。那第二件事情，你算同一件事情吧？就是说很多朋友在问我们的那个补运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因为说着说着已经快4月了啊，春分已经要结束了哈。所以说我们的那个补运法会的事情啊，因为都在春季啊，所以是说我们会在原则上是这个月底的时候啊，老师要取得那个神明的同意，那我们会跟各位公布一下我们补运法会的日期，好吧？补运其实方便的话补一补吧，因为今年实在太糟糕了，我们还是补一补吧，对不对？那还有就是说，老师的明天我们会公布我们的明天我们会公布我们的这个八字正式课程的一个说明啊，那个说明可能我现在发现录完有点长了，30分钟，各位跳着看吧。啊，那我们的八字课程在明天公布之后，后天我们会正式的，明天或后天我们就会正式的开始上架来去做，可以各位开始报名上课。那总共的集数大概会有，目前我跟金老师商量之后大概会有44集。那这44集呢，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为我们后面会不断增加一些命例或是一些特殊的专案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公开的地方我们做命理名人堂，但是在课程里面呢，我们可能增加一个老师到底是怎么看这个命理名人堂，他有没有官运的问题学会这个很难的呀。这个我们在里面去给各位去看。那我们在一开始的第一堂课，第一次我们公布的时候大概会有5到6堂课会去开始公布，让各位可以直接上。然后每个礼拜我们会更新2节课每个礼拜更新2节课，那各位可以适时的去参与。那当然也有可能更新多，但是呢，就是每个礼拜六我们都固定更新2节课，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吗？那课程的价格大概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6800对于正式课程来讲，这个也算是很低价了。我也觉得这么低价，但是神明就这么讲吧，我就这么做吧，好吧？我们的课程算是很便宜的。好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正式的主题还有刚刚有朋友问说，北约什么时候正式下场？乌克兰他已经下场了，还没有什么正式跟不正式的啦。他只是觉得是说乌克兰还有没有油水可以捞，有的话就去嘛，没有的话大家就躲在自己的家里慢慢玩。因为现在欧洲欧盟区他们正在大选，所以是说他们还要再等选完之后是什么样的结果。选举这个制度其实是一个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程。为什么呢？因为选举这个东西是你好像有选择权，但是你完全没有选择权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所决定的东西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对不对？因为投票基本上不可能每个人都投票，像美国投票率大概40%到50%，40几而已。所以说任何人跟任何一个总统选出来都不是美国人全部的民意，甚至不是大多数人的民意。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跟我们台湾政治选举是一样的是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选举的结果，跟我们这个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是超出意料之外的。那这个其实你说有没有跟封建制度有差别？其实跟封建制度是差不多的其实说白了就这样，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总统他们都有自己的对公务人员的任命权，对不对？那所以说，既然如此的话，那跟封建制度有什么不一样呢？事实上，我们只是可以快速的换皇帝而已。但是你快速换皇帝、换领导者的时候你的国家都容易出了问题这个东西在古雅典的时候已经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这个历史就是这样。你频繁的去讨论一些也不极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的去运行的时候，你只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为了选而选的时候通常你的国家的国力会快速的衰败这个时候，这个不是说老师到底是取下哪一个正题没有，我们看历史，历史怎么演出来的，我们就应该从这历史里面学到一个教训。当然是人类的寿命最长就120年，所以是说呢，通常是不会学得会的啦。比如说来讲好了，什么样？如果这世界上的生物有一个生物跟人类一样可以活120岁，那他可能就统治地球了，你知道吗？是谁？章鱼。章鱼妈妈如果不用生章鱼的时候，然后就自己把自己饿死的话，它可以把知识传承下去的话，我告诉你，章鱼是统治地球的生物，不是人类。人类可能还得跟它分庭抗礼，或者是人类被章鱼族压着打，这都是有可能的，好吗？章鱼是很厉害的，章鱼的脑就跟那个叫什么《鬼灭之刃》里面那个无惨一样它有好多个脑就跟很多个心脏你不容易去打赢它的，好吗？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啊。首先，我们要先来看一下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选举。美国的选举啊，基本上那个 CNN 他已经预言是说，川普跟拜登他去做对决啊，川普会去胜选。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是说，川普他现在控制的一些摇摆州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他们做一些的民调里面啊，那整个比如说包含亚利桑那州啦、宾州啦、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还有威斯康星州跟内华达州，哦，这些摇摆州啊，基本上哈，目前的民调都是川普是遥遥领先，哎，华为化了是不是？都开始遥遥领先，所以说啊，CM 就认为是说啊，这个川普的赢面是比较大的。而在其他重大议题方面啊，比如说在美国很关心的，比如经济问题啊、通膨问题，还有犯罪问题，还有移民问题啊，这些也都是川普他操作的非常的成功，几乎这些里面议题里面的百姓啊，都是偏向川普的，因为川普他意思就很简单，然后这个就是扶美灭中，对不对？这个就很简单，他只要喊出我们的民族骄傲就可以了，哦，这是 Mega 嘛，这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是不是？说现在大家都认为是说，包含了是说你现在各种民调机构啊，比如说那些比较有名的对政治来去看的哈，目前呢、川普都是至少赢拜登2个百分点。那我们之前说过啊，我们在4年前、3年前、4年前说过啊，这个川普啊，他应该是比较难再当一次总统。那目前为止，老师还没有时间去看他，因为因为最主要是拜登能够做完，我也觉得非常讶异哦，他竟然还可以活到做完。所以他已经经历过很多次的一个，比如说你新冠啊，还有其他的问题，但他竟然还是做完了，那好吧，他这个关心旺盛的，那我们后面再去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好吧？这个我们大概还要在半年的时间了，哈，最快半年的时间了，我们才做一个美国的命理名人堂，好吧？那个时候看什么状况吧，这也不知道。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对美国人来说，他们自己去评估的出来是什么呢？评估出来，很多美国人是认为，我这现在川普跟拜登又要重选一次，你过去已经是老头对老头了，今年是老头对上非常老的老头，对不对？你那个拜登都已经82岁了，天哪，妈妈咪呀，82岁的老先生，真是老到一个骨头要打鼓了，你知道吗？那这么老了，跟另外一个老头78岁的老头74岁，现在变78岁了。等于说他就是什么刺猬跟豪猪之间的选择，所以说他们两个去这次的选战开始啊，其实基本上只有自己的选举场合可能比较热，但是民间的整个状况来讲啊，并没有是说大家都觉得是说像4年前这样啊，我们要可能把川普啊请他回家去养老这么样的一个激动，但是就是变成两个老头到底是让百姓有什么样的激情了，这个就有一点点困难。但是这个东西啊，会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而我们从军来看一下的话，那就是共和党本身已经是被川普整合完啊，说他可以顺利通过初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共和党的人员都会去全力的支持川普，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数。比如说，川普就是说啊，我们要把所有共和党里面的罗姆尼啊，把他去赶出共和党，因为罗姆尼是共和党里面的那个参议员。好，那但是他就是不支持川普，他觉得是说，如果川普跟拜登要投的话，他会投拜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是说，这个政策跟国家的一个运行，你不能靠川普这种透过一个比较激动的方法，或是一个民粹的方法去经营啊，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很多共和党里面呢、他在一些中立州的时候啊，他们有些共和党的当地的政治人物啊，他会投的是什么反川普的广告。哦，共和党去投反川普的广告，这其实还是会有的，因为你要知道这还是会有的。所以说，你说变数是不是一定的？那如果你共和党真的完完全全的都是被特朗普，也就是川普去掌握的话，那么或许这个川普的赢面是大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变数，就是他真的所有人真的都是挺他吗？雷声大雨点小，在4年前在选的时候，很多人也是认为川普应该会去连任啊。当然，老师不是看这个民调，老师看的是格局啊。所以我就觉得他不会连任。所以说这个最后的结果我们就可以知道是说，现在整个氛围起来了，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其实会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而同样在选举的状况之下，我们要看到这次欧美国家他们陷入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挑战。什么样的挑战呢？比如说像欧洲啊，他们有9个国家，他们在去做选举的时候，极右派的得票破2成。哦，就是说在欧洲议会里面，他们要去做一个很大的联手，用右翼联盟的意思。所以说他在各个国家里面呢，这个右翼的一个激进主义的思想，他们就开始比较抬起头来。
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对欧美来讲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只要靠自己就可以恢复过去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世界征服者的荣光。但美国也认为他是世界征服者，每一个地方他们都认为他们是世界征服者。但是事实上，现在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跟整个世界他们运行的经济模式啊，已经不是需要世界征服者，而是需要世界经营者。跟这个有差别很大的地方，过去是用武力来去取得资源，但是你现在这个此时此刻的整个世界的环境，它是需要用经济、用贸易来去支配整个世界。等于说，谁能够让我们货畅其流啊？这个时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词汇。好，这个货畅其流跟那个地尽其力啊，这个孟子那边这个时代就讲出来了。我们老祖先呢，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所以说你在货畅其流的状况之下，我把我多的东西卖给你，那你太多的东西你廉价的卖给我，那这样状况之下，我们不是都能够获得很好的好处吗？但是欧美国家不是，你有的就是我的，我有的我可以高价卖给你的。比如说什么，我们简单来讲，苹果手机，苹果手机的利润之高啊，它应不应该那么高？它应该这么高，因为它做出很多的创新，很多的研发，它赚很多钱是应该的。但是在全世界都和平的状况之下，它这样的经济模式是没有错的，就是说大家都是互相的叠床架屋，我们互相的去怎么样，互相鱼帮水，水帮鱼，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经济的指数开始蓬勃的发展。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毕竟世界上的烽烟四起，我们在亚洲地区，我们很觉得是说我们自己本身是生活在和平的地方，但是很多地方不是。各位你要知道，哪怕是在美国，像老师有一些美国的贵客啊，有时候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他有拍一些照片给老师看，就是说真的在很多的州，那个真的是你那些吸毒的，或者是那些通历史的这些，在很多的城市是吸着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他也拍给老师看，包含了是什么？包含了一排中国人啊，躺在路上去睡那个大通铺去睡觉。为什么？因为你没地方住。啊，有些地方就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当然是因为你当地的政治的一个失灵，还有就是说，官员他想的是在选举，是在一些斗争，并不是想在怎么样把你当地的这个政府把它经营的好。这个状况在中国也是有的啊，中国现在还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只是来讲，因为中国没有选举。啊，我们所诟病它就是你没有选举，但是现在没有选举不再是它的劣势，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它的优势，因为他讲出来的话别人会相信，因为他没有选举。所以说，无论是谁曾经在过去讲过什么话，到现在换了很多个总书记，他现在的大部分都还是在算数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选举。也没有选举，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哈？这其实用时间来去证明。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无论在重大疫情或重大的一些讨论，或是在其他的观点来看，那其实美国它现在要兴起的就是一个很明确化的，很想把我自己来去复苏起来，但是我要自我的复苏，我要自己变很强，而且我不希望跟别人合作。所以说，这个美国现在的状况啊，其实就像我们标题一样，它是一个美式的义和团。也就是说，我只相信我自己，我并不需要别人，我只要相信我可以，那么我就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伟大的川普老先生，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我当选之后啊，我要把汽车的关税提高100%，这就是非常嚣张了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外国的汽车啊，别想卖车到美国。其实说外国的汽车，它也就是说是中国吧，也说白了也就是中国。但是你让外国的汽车没有办法卖到美国，到底损失的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哦，这个其实就有很大很大的争议，因为美国它的市场是有限的，对，它有3亿多人，它的市场是很大很庞大的，但是他们的所需要的电动车的一个需求度并没有这么高，毕竟美国它是一个你内部的基建啊是很落后的状况之下。你必须要让百姓哈，在分散到这么大的国土上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去移动，你只能靠汽车，而这么长的距离啊，你跨他们的州的距离啊，你只能够仰仗的并不是电动车，而是汽油车。可是中国强的又是电动车，它本来在美国啊，它本来的销路其实就很打问号了，也包含了这次我们在冬季前2个月，我看美国它在冬季的时候，很多特斯拉的车子它其实是直接死机在这个停车场，因为它充不了电，因为这个温度太低。那中国当然说，我们有些车子是可以在寒冬里面充电的，但是
无论你可不可以充电，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你的里程续航上的问题。所以你把中国限这么高的状况之下，那你后面你自己的市场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孤立的市场？那问题就很大。就像那个康熙皇帝开始啊，就开始做什么边界禁海，然后开始关闭口岸，好，就希望自己把自己发展强了。那么你们没有的我有啊，然后你们有的我也有，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状况。但是这个状况是基本上是很难做出来的。所以是说啊，我们就要看到现在美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真正要处理问题的人没有，但是呢，真正要去选举的人就是一大堆，这个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而现在我们更要知道的事情是，我们在前几年吧，在川普选举那要选举那个4年前，我们有谈过一件事情，就是在抖音国际版就是 TikTok。之前老师就跟各位去讲过一件事情，美国你根本就不需要怕抖音，这个你完全不需要怕它。老铁一定知道老师讲过这句话，美国不用怕抖音的，你不要怕那个 TikTok 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状况之下，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禁止它，你只要说你把一定的股份你必须卖给我们美国人，那么基本上美国就可以享受到这个 TikTok 的红利，也可以享受到是说它的一个串流平台，它能不能够去知道我们要怎么去做。哦，你的模式跟你的收入你都可以去掌握到。4年之前老师讲过这句话，那就说这个东西根本就不需要去禁它，你只要像美国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并购。那这个方法，当时的中国老师相信，你丢出这个议题，中国是会同意的，因为中美贸易战才刚刚开打，并没有多久。那你那个时候你要去谈这件事情，那基本上美国的筹码绝对是比中国还来的多，因为中国那个时候要晶片没晶片，要光刻机没光刻机，然后要什么都没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好，任何东西都没有，你是完完全全被动的状态。那个时候你跟他讲 data 的问题，相信不要说多少了，你30%啊，一定可以顺利从那个 data 的那个肉把它刮下来，然后放到美国的一些企业里面，甚至是美国的政府都可能可以去持有这件事情。但是他缓了4年，你一旦晚了4年之后，这个事情就变得是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啊，我们看到美国它的一个众议院啊，开始怎么样他认为 TikTok 就威胁美国国安。那这个时候呢，川普也出来说，哎，这样不对吧？你如果是说你进了 TikTok，那你是不是在图利那个 Facebook？为什么图利 Facebook 呢？这个里面就有趣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我们看到2023年它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多媒体市场比较，我们最能够知道的就是 Meta 的脸书啊，马克祖伯克他所做出来这个 Facebook。他的企业旗下所在这个脸书上获利啊，包括 IG 上的获利是1349亿美元，这是 Meta 这个组织，2023年赚了1349亿美金。但是各位你知道这个 TikTok 它赚了多少吗？TikTok 它赚了1200亿美金，所以是说它基本上都已经正在跟 Facebook 跟 Meta 集团在分庭抗礼了。哦，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所以说就变成是说，你现在要去剥离这个 TikTok 的状况之下，你无疑是你在别人最赚钱的时候要把人家抢走，这个事情是不是会成功？我相信要看参议院通过几率大概也是高，但是这个6个月里面，他是不是能够找到买家，或者直接在美国下架，这个我们要去看状况。但是很多人去看这个问题，都认为是说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是基本上为了反中而反中。这个事情啊，老师就要去讲一句话了。其实跟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看表面上的一个事情，真正会让这个华府或是让这些美国这些政治人物去突然倾斜而攻去对抗 TikTok 啊，甚至一些上次我们看到在那个这个什么，他们在去质疑那个 TikTok 的执行长的时候啊，那个新加坡人的时候啊，他们就觉得这是很夸张的一个咨询啊，那美国人觉得说你在搞什么鬼？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现在发生了一个世界上的一个问题，而 TikTok 就确实让这个团体会比较没有得到一些好处的，好，比如这些好处的，比如说 J 开头的民族，他在我们的那个巴勒斯坦上面，然后他进行了一个广大的战争。那这个伟大的上帝复仇之战呢，基本上它有很多是不可以让别人知道的，也不应该让别人知道的事情，那应该要掩盖在这个血跟泪底下的一些影片。它是透过了 TikTok 让美国的百姓知道，你这个民族所做的事情一点都不光荣。我没有说哪个民族，你们觉得是哪一个，那是你们讲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吧？毕竟 YouTube 的老板就是那个民族，就是我不能乱讲话，好不好？意思就是说，现在受到很大的一个状况，要去关闭掉这个 TikTok，最主要原因是
TikTok 本身并不受那个民族的资本所去控制，实际上它还是就是以中国的意志为意志，那是没有错的，毕竟它是字节跳动的嘛。所以是说，因为这个在巴勒斯坦上面的一个血泪的影像不断的传到美国，传到世界各地，这个事情让那个民族觉得是说很不行，我做的事情都应该是光明跟正义的，对不对？怎么可以说是说我们在做屠杀，我们在做一些不正当的一个举动呢？所以说 TikTok 必须要消失。各位懂老师的意思了吗？你在其他平台上面基本上是很难看到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在 TikTok 上面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就是这么回事嘛，因为不受它的控制，那么它当然就可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你整个状况之下，就变成 TikTok 它的需求并不是只是单纯是说啊，到底是不是国安的问题，而是在于它并不受该民族的控制，没有该民族的资本，所以是说你没办法去随他们所欲去做一些意识形态的一个洗礼。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啊，各位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看，这个是老师做梦的梦到的啊，不是真的啊，我梦到的，好吧？那个我一个算命的，我不要惹太多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也包含了什么？也包含了美国除了 TikTok 除了他们学理之外，另外一个最大美国现在头大是，他们现在自己的城市已经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治理，很难去恢复。比如说旧金山啊，比如说加州啊，哈这些德州这些东西，他们没办法恢复到过去这么富庶的状态之外。而他们的邻国墨西哥啊，他们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况，就怎么样呢？墨西哥现在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哦，本来都是没什么钱，但是他们现在发了大财，赚到不要不要的。为什么？不是因为卖墨西哥鸡肉卷，好吧？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啊，现在有大量的移民啊，先涌入去走线，好不好？想要走进美国的，好吧？走进美国的，他们就先进入墨西哥，然后再从墨西哥的边境，然后跃入到美国境内。每天有多少人呢？每一天哦，60不是600，不是足足有6000人，6000人每一天哦，每一天，我不是说一个月，我不是说一年，我说是每一天有6000个难民，好、那去涌入到墨西哥，这里面包含了大量的中国走线的一些前仆后继的勇士，对不对？他在这个在大陆啊，他可能就内地里面，他们变卖家产，凑了10几万的人民币啊，就为了走进美国。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你他妈都有10几20万了，你不干啥不好，你走进去美国干什么？我真的是搞不懂这个状况。可能他们有他们的理想，但是我实在是难以理解。你都有办法去弄到那么多钱了，你为什么不好好在中国做个生意就好了嘛？那么这个应该不难啊，做个凉皮总行吧？是不是？应该不难吧？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偷渡费啊，它偷渡费啊，在他们当地的行情啊是7500到21000美元不等的价格，要看你的远近，要看你的种族，要看你是不是很好削那个凯子。那中国人大概就是差不多哦，老师所指导的话，他至少要15万的那个人民币。要到30万人民币，哦，就是6万美元的状况，你才能够顺利的从中国出发到美国。就在墨西哥那一段，你可能就要花7500块到21000块美元来进去。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从美墨边境一直不断涌入那些难民，他这些东西也会成为美国在选举的时候一个很有利的筹码。因为这么多的难民，每一天进来的，哪怕他进来6000个人，但是然后从墨西哥进去成功到美国了，可能也只有几十个到100-200个。但是你每一天这样搞，一个月就增加了2-3千人，这哪受得了？这是完完全全受不了的事情。这不是说只有中国人哦，你还有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人，包括墨西哥本地人，或是叙利亚难民等等之类都会有。哦，总共有120个国家人要拼命的怎么样呢？在墨西哥边境，然后涌入进去。那对墨西哥来讲，这些在那边你就得吃喝拉撒。所以很多事情啊，在当地的黑帮也是捞了一大笔啊，非常非常赚钱的事情。所以对美国来讲，现在就是什么样呢？现在就是你内忧外患，你是很难去解决的事情。所以是说，在美国的朋友，你一定要去注意，维持好你自己的现金收入，跟你自己减低去负债，因为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很难以去预测。当然，不是说美国会做到什么本土攻击啊，或什么天大的灾难，不是，而是在于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事情，就是在美国的经济现在通膨，事实上看起来虽然稳住，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稳住。也包含了之后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大选之后，那特朗普先生如果他当选，他就会增加很多很多的关税。你的关税增加了，无论如何，你的通膨一定也会增加。
当时特朗普先生他是降低利率，然后用很大的 QE 去做，但是他遇到了什么？也遇到了新冠疫情，所以是说特朗普先生有没有对美国有贡献，对世界有贡献？他是有贡献的，但是实际上来讲，他这个 QE 他用一次，你不能短时间再做第二次。这是很难的，加上你又有关税壁垒，那么过去胡佛总统所做过的事情，他现在基本上也是想再做一次。他有没有看历史我不知道，但是胡佛总统做的事情，他也想再做一次。未来的经济，那就会变成比较可怕的一个变化。好，这个其实是非常要注意的事情。那现在在美国来讲，对于中国，它是一个选举之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也包含了什么？也包含了像他们那个雷蒙多，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他也认为到第二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台海关系现在这么不好，所以是说他觉得晶片供应链实在太集中了，他希望把这个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但把台湾的晶圆的能力移到日本、移到美国之外，他也希望去扶持菲律宾成为下一个美国可以跟大家大量买晶圆的这样子的基地。而美国为什么自己不做呢？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就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不是自己不做晶圆厂，第一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什么？他们的人工太贵，工时太短啊，因为他们不加班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台湾人肝比较硬一点，可以撑比较久一点，日本人肝更硬，是不是？那你遇到韩国，韩国肝这真的是铁做了。是不是？那就有这个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说在美国没办法做这件事情之外，还有第二个就是环保的问题，因为其实做晶圆它是个高污染的行业，那么它也需要大量的水啊，不是美国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么多的资源供应这么大量的水跟电去支援这个晶圆厂的去运行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既然要污染，然后既然要废这些能源，那不如到其他国家去做。所以说，当然美国希望把这些这个晶片产业啊，它自己控制可以控制的状况之下。然后在其他国家造成的这些污染，当然其他国家会不会有些收益也是会有，但是你去扶植菲律宾，大概跟扶植日本一样，那个效果大概是不好的，因为菲律宾本身的工人的素质没有那么高了，说白了是事实上是有这个差别。我们不是歧视菲律宾，而是说他们本身工业化的能力就没有这么强。那工业化本身不强，你要让他们的那些比较高知识分子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有能力的人去做这个晶圆去发展，那至少还要5年的时间。可是美国有5年的时间再重新做吗？为什么我老师会说没有5年时间？是做到原因是因为现在中国有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发展，就是他们可能可以做出3奈米的晶片了。老师在去年就有说过，中国做出3奈米晶片可能只需要2、3年的时间，结果昨天讲一下1年他就可以开始做到了。那这个问题也是在美国也需要去了解。其实基本上你现在进中国是进不了的，因为中国如果做得出3奈米的话，那1奈米的东西可能也在2年的时间它就可以做得出来。那中国跟台湾之间的一个技术的水平差距，你会在快速的缩短，哪怕没有台海战争，你也快速的缩窄。而中国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啊？便宜卖，白菜价给你卖，那个时候台湾就没有利润了，台湾就没有利润了。各位，我们先不考虑战争的状况之下，如果中国做得出3奈米，台积电做得出1奈米，好，台积电赢的是没有错，熊本厂赢的是没有错。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全世界所需要的最大量的晶片来源，毕竟不是3奈米的，但是它可以做到3奈米的，那么5奈米的价格就会崩跌，这是中国的做法。那5奈米中国崩跌，7奈米、10奈米、12奈米、24奈米、48奈米。这些价格会更加的低，低到接近成本的价格。就像为什么老师可以这么说，就包含了现在比亚迪去卖车，它的成本跟售价完全是比较低的状况之下，好低的本益比状况之下，它去抢市场，它可以这么做。那它的晶片也可以这么做。当晶片这么做的时候，你去扶植一个菲律宾厂，或是扶植这个日本熊本厂，基本上你这个投资要得到回报，可以回本了。我们盖工厂创业其实会有它一定的回本期啊，就没有那么快会回本的。你又不是开个饮料店，对不对？你把那个摇的机器然后凑回来就可以了，没有。你盖这个厂还要多少钱？还有你去买这个光刻机要多少钱？原料多少钱？还有电费、水费，还有人力的培训费，很多事情都是钱。这些东西没有像台湾台积电深耕这么久的状况之下，你很难得到。是非常难得到的事情。所以说，为什么是说我们一直在看这个台积电它的发展，它是并不是说它一直都是长红的，它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慢慢把人才训练起来之后，台积电还在近年的状况突然爆发起来。所以这个东西各位要去注意哈，整个这个它的一个模式啊，我们等下会谈到中国的状况啊，那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时间上非常大的压力，好吗？好，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
好，感谢对方赞助，感谢对方赞助哈。大家晚安啊，大家晚安。100%关税哈，很好哈。这套做每天有68股份，还是美国人持有的哦。不够哦，因为他们还要的是不够的东西哈。有68这么多吗？我记得好像没有这么多。踢踏多少美国的资本媒体必须掌握在美国乡绅，讲到乡绅，乡绅会不会太可怕了一点？哦，还有真的就是什么信息是什么？有收入100万的咨询例什么看不懂？好吧，我看不懂你讲什么。好，老喝个茶哈。哦，你那个你要去洗那个洗产地这个状况，其实是比较难的啦。现在你刚讲到洗产地这个事情啊，其实不这么容易啦。我说实在的，洗产地这个事情，美国它从30年前呢，就针对中国的一个工业，还有一些零组件呢，做了一些301条款了，还有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他们很懂了。美国人虽然他们现在因为选举变得很不堪，但是不代表他们都是笨蛋，还聪明的还是有。你要洗产地这些东西他们是可以很容易抓出来的。不是你问金英老师，他超懂的。好吧，感谢正好，感谢秋夏赞助，感谢大家赞助，谢谢，好，感谢大家赞助，谢谢。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老师的这个流量越来越低了，真是非常的困扰。都发现我们的那个短视频的流量都要高过我们的正式的视频了，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惊。但是还是要做的，好吧？我们短视频的老师会更新的比较多一点，但大家也不用等，是说我们的节目啊，1个礼拜更新1次啊，然后有很多的障碍了，但不如老师把短视频更新多一点，好吗？这老师已经发愤图强，做好汉，我们还有很多很有趣的视频会去做。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其他的一个问题存在哈。所以说，我们刚才谈到了华为，它技术它已经突破了，中芯要去推进3奈米的制程这个状况。其实这个事情啊，我们已经现在市场上竟然有风声了，代表是说它已经10拿9稳了。这个中国的资本啊，跟那个欧美的资本比较不一样啊。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创新的产业，他们会先去放消息，然后再研究怎么去做啊，他去试看看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现金落进来啊，那你再能做决定说我要不要继续发展下去。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模式。我先能够呼吁资本，然后来去做入。但中国比较不一样是，中国是我今天要跟你讲出去，而且这个其实基本上中国这些比较大的中兴啊、华为啊，你说跟共产党没关系，我觉得不相信了。他们说没有，你信吗？我不信了，我是不相信了。我不晓得各位信不信了一定跟共产党是有关系的。那么你今天他既然要去直接去说出来，是说我们有3奈米制程去迈进，那么它代表其实在放风声，就是说，各位你要抓紧神经哈，你们如果需要3奈米的，以后你可以直接跟我买，因为我现在在研究了，而且5奈米代表我有3奈米代表5奈米我是很稳的，7奈米也是 OK 的。所以是说呢，各位，订单准备好啊，我这边等你们下单了。这算是一个他们有这个实力之后，他们才去做这件事情。毕竟还是一句话，他们的政党的色彩非常重，他们丢不起这个脸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也包含了现在我们看到小米它也推出了小米汽车。小米汽车这个东西，老师没有太去细研究这必须很认真跟各位讲小米汽车这个东西老师是他的粉丝用户但是比如我手机是小米的，对不对？那我觉得他的车子应该也不会太差吧，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当这些各位要去看一件事情，中国的汽车产业我们不要只是看它的是说它的那些还有电池或者是他们有这个低价制造的能力。各位你要去想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美国这么在意汽车产业？为什么日本跟韩国也这么在意这个汽车产业？这个汽车产业它里面的一个细致化的程度其实它并不是你做手机可以完全去比拟的。我们简单来说，你要造一台那个比亚迪的车子它里面的零件据说了，它有60万种零组件当然事实上是这么多，我不是修车的，我真的不了解。那得到的情报就是，它这样子一个公司，它需要这么多零组件，而且这些零组件所需要这几十万个零组件都是由不同的厂商他们去提供这些零件的，并不是说比亚迪自己可以从钢坯，然后就自己炼铜炼铁，然后变成一台车，哐哐哐哐哐哐，跟玩那个游戏，然后造出一台车不是。他们需要这么多几十万个零组件，那也是要几万个、十几万家的一个连锁这些
供应商的企业来去提供比亚迪或是蔚来啊，甚至是小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车厂来去制造这个汽车。所以说，当它汽车可以卖出去的时候，它得利的其实不是比亚迪而已，也不是这个电池厂，也不是只有某某几家公司，更不是只有共产党在赚钱，而是在于他们内部的这些工业的这些供应链啊，大家都可以雨露均沾。这是现在美国比较担心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汽车卖得好，是中国的工业链他们可以挣钱挣得多，这个是美国需要担心，因为你只要赚钱赚得多的状况之下，那么他们民间的实力就会越来越强，你要让它经济稳固性就会越来越高。一个国家经济的工业性稳定度越来越高，它对外的底气就会越来越足。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所以是说啊，为什么人家一直想办法去把比亚迪去打下来，就是因为比亚迪现在不断的去往这个亚洲或者是非洲或是埃及，甚至往欧洲去大量的去倾销这些汽车。当然也会有人是说，哎，比亚迪其实没有这么好，老师你是只在捧共产党，你这根本就是一个胖粉红啊！因为比如说欧洲有3万台那个比亚迪的车子在港口那边囤积的，哎，根本就滞销啊，根本就是赔钱。这个哦，那这个有些朋友在台湾看到一些媒体，就是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比亚迪一定是泡沫化。老师只能说哦，汽车产业我们刚才讲到，它是需要这个数万家的一个企业去做这些几十万个零件来去提供这个车子的去运行，所以是说买一台车，从你要去出厂这辆车，你不是去投币它就可以出来一台车，它需要有制作的一个时间。所以是说，任何的车它都有可能囤积了大量的东西在它港口那边，然后你要慢慢的去销库存。那其实不怕它去积压，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东西啊，你要知道，你今天积压卖不掉，他就给你贱价卖。我告诉你，他贱价卖的时候，你不是更惨吗？因为便宜的时候，你真的是就会去买了。我说真的啦，就像老师以前在跑业务的时候啊，有一个去做那个房屋中介的一个大姐。那个时候台湾经济比较奇特，我就问他说房子会不会不好卖？那个大姐就跟我讲一句话：老弟，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你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价格够好，人家就会买。所以车子也是一样，其他事情也都是一样。你今天他囤了3万台，那他今天可能销库存销个1-2万台，我觉得这个事情在1年之内是可以达到的一个事情。因为你汽车就算你去订法拉利或订其他的，你也不是即订即提车，你都是要等那个车进关，然后放行，然后你才能够去提车，都是一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看事情要看你整个它的一个生态链在往哪里去运行，而不是只看它现在只有怎么样，要看它为什么可以创造出这么3万台的汽车。当比亚迪能够有3万台车去停在这个欧洲的港口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这3万台车造就了多少已经可能请到款的这一些中国的供应商，还有他们是怎么样有这个能力把3万台汽车从中国去运到了欧洲，然后把你囤的那个地方。它的运输路线有这么顺畅吗？它为什么大家在航运紧张的时候，中国可以把几万台车直接放在欧洲的港口那边，然后去那边滞销？光到你看到滞销的时候，前面经过了多少关口，那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事情我说真的，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所以说现在包含的是说，欧洲他想要去开始说讲一些比较右派的方法，说要去怎么样做保护主义，然后呢，然后要去拒绝中国。这包含了宾士的 CEO 就说保护主义或者是你对中的抗拒，这是一个错误的道路，错误道路。所以你说欧洲你要特别针对中国的汽车课到重关税这个事情啊，其实在欧洲很多比较有声望的人，他们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你禁止别人进来，那么他们自己的也出不去。说白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欧洲它现在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能够往东。因为它的从东边所来到的能源是在俄罗斯手上，它不能往东，它也东西也卖不了东方，卖不了乌克兰，也卖不了俄罗斯。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不能卖给你，卖给你你就赚钱不就糟糕了？但是他也很难把这些东西往美国去倾销，因为美国自己他也需要保护主义，他也不会让你去倾销到美国。所以欧洲的东西最能够去卖的东西，反而是在亚洲反而是在亚洲这个东西它的份额是比较高的。如果你要出口的话。但是如果你天天去阻挡了中国，中国它会立刻做出反制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成欧洲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一项产业
都很难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说白了一件事情，就光算命这个行业，算命这个行业就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事情。比如是说，老师算命，我会告诉课程里面我会告诉你，你就不要自己排盘了，你自己排盘，我告诉你30%的几率你会排错。你不是算错大运啊，不然就算错限运，不然你就是算错什么太元、太喜、命宫、身宫，你会算错的，好吧？那是很容易会算错的。你说老师傅不会，他算错你也不知道。我告诉你，老师傅也会算错的。哎，通常不会算错是壮年时期的那菜鸟师傅会算错，老师傅也会算错，因为他就是拿个毛笔开始写错你也看不懂，是不是？他写字你也看不懂，所以是说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人是靠一个人可以做成的产业。那这些事情就是整个欧洲现在也要去头痛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在美国他们还有欧洲，他们要去看到中国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生了，就是什么？就是他们中国的通缩。中国的通缩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怎么说呢？中国通缩就是代表是说他们东西越来越便宜，通膨东西越来越贵。这样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中国造成中国通缩的原因有很多，也包含了什么？第一个，你房地产的一个低迷，那或者是说也包含了是什么？也包含了就是百姓不敢消费啊。现在很多的百姓啊，他们不像以前过去啊，我可能轻易的去炫富。经过一个疫情2、3年了，哎，你有钱你也变没钱了啊，很多有钱变没钱了。那个你过去可能很豪气，哎，那几万几十万的那些给你炫富啊，现在都很少了啦。为什么？因为你经过2、3年了，你还是能够活下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就变成是说，你现在储蓄率高哦，储蓄率高，但是呢，你消费度低。那消费度低的话，当然你市场流动性就变低，市场流动性变低的时候，你就进行了通缩。这也是在欧美他们一直希望能够达到这个事情，但是他们的通膨是没办法降下来，他要考虑到包含了我们之前讲过的通膨，还有其他的问题。而中国的通缩，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房地产的不景气跟百姓的储蓄率过高，还有百姓不消费这几个事情之外，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是说，我们看它通缩是有很多的比较的基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于中国的输入性通膨，它的压力是比较小的。我们过去一直谈这件事情是什么？输入性通膨，比如说台湾最近这2天我们发生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我们的夏季用电可能一度电要到8块钱台币，一度电8块钱台币啊！我的妈妈咪呀！我看我今年我就带着老婆小孩，我们去直接在庭院去露营睡觉好了，不然的话那个夏天你不开冷气要怎么活？你开冷气也活不下去，这太贵了，开不开冷气都得死，太可怕了。我跟金老师讲，我们干脆坐办公室算了，对不对？啊，好，这个不行啊，你涨价太高了。那我们的行政院长是说，这是因为我们国际油价变高，或者你取得能源乌俄之战，你取得能源不易啊，你家打仗干你屁事啊？你进口俄罗斯会有事吗？没事，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呢？哎，因为美国嘛，就这么简单这件事情。所以说，但中国它就没有这个问题，中国它要去跟俄罗斯签了长约，伊朗还有那些阿联酋，这东西我们过去的直播一直在跟我去谈这件事情。为什么一直谈？就是我们要去从过去发生的事情，哦，那当时的现在，哦，那我们就一直不断去从这个地方可以抓到现在中国的脉络，就是它的输入性通膨的压力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它的能源，它现在已经尽量的去降低对石化能源的依赖，但是它还是需要一点什么？需要一点时间去盖核能电厂，或者还有一些光伏电厂。好，这些东西当然是需要去时间去处理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是说，包含了什么？你包含的是说你的一个秘鲁哈，或他们有一些要去出口的这些大米啊，或是一些农产品，它可能也可以从它巴西的地方可以运出去。好，这个东西就包含了美国人中南美洲那个地方，也希望透过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些航道，好来去做这个运输。而中国在其他国家所做出来“一带一路”，就是所谓的债务陷阱吧，不管你们怎么讲，反正就是他们已经开始促成了很多，比如说 RCEP 或是那些自由贸易的一个协定，导致是说现在中国它的内部的经济运输跟其他国家的地方，他们形成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状态。它现在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很好的利润的形成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他国家因为中国的一些贸易，他们没有去课征这个关税，让这些 RCEP 的一些国家，他们取得中国制造的东西就相对便宜很多。为什么是相对呢？因为美国它在通膨，所以说它东西变贵了。那中国通缩，它就算是不缩，它就放着也会变成通缩。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因为欧美的他们的通膨是高的，中国就是什么都不做，它也会变成通缩。
因为它说输入性通膨没有影响到它，它就很少受，也是有，但是没有那么高。这变成是说它的影响度就没有这么高的状况之下，它就给其他国家会有一定的这些便宜的东西去做。而中国如果你输出的工业产品便宜的，你就输到更多在这些其他国家，那么那你一些比较通膨高的国家，你要卖东西是不是就不容易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中国它是全世界工业最大的国家，但是它并不是50%以上都是中国制造的。这世界上只有26%到27%的商品工业产品是由中国制造，不是说它已经到了全世界都 all made in China， 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它只有26%到27%的这个工业的制造输出的能力，它就可以让这个很多国家他们的进出口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一些竞争力的不一样，因为我不涨价，别人涨价，那么我就有优势。这样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做成中国通缩会让美国很紧张的原因，就是在于第一个，美国自己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去承受这个通膨，然后别人要买到便宜的东西，但是便宜的东西却流不进美国，所以你造成了这些贸易上面的不平均或者没有一些可以分散它通膨或是他们国内压力的一个状况。等于说，你现在看到美国他们的收入会越来越好啊，比如说有些地方麦当劳有人跟老师讲啊，老师你讲的错，什么$12，有些地方呢像纽约，他们麦当劳1个小时$20，是，那你要看纽约，你一个月你的租金多少钱啊？你要去看啦，说本地赚本地花，你这到时候去变成这个状况的时候，就变成美国收入节节提升，但是购买力却节节的下降。那这个通膨就变成是说，你无形之间拉大了你跟对方的生活成本，你的采购成本就很多东西就变得很高，但是没有人获利。会懂老师意思吗？美国政府并不会因此而获得巨额的利益，因为你东西卖出去有障碍，你买进来你扣着这个关税，但是这个关税实际上又是你的自己美国的百姓去负担，所以就变成一个很纠结的状况。我的收入变高了，但是我东西变贵了，但是我只要踏出了美国，其他地方都变便宜了，那这个东西就比较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差距。所以说这个很多事情我们在看的时候啊，就要去长远去看。这个通缩对于亚洲国家来讲啊，对中国通缩对亚洲国家来讲，那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因为代表中国买到的东西是不用涨价的啊。对很多亚洲国家来是好事，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或是越南啊，或是菲律宾啊，甚至印尼啊，它进口中国的商品并不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它东西可能就不涨价，但其他地方会。那这个的利润差，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压力差，就会产生很多。那台湾也是有啦，台湾也还是有这个优势啦，因为我们还是进口很多中国的一个商品，哪怕从虾皮或者从其他的地方进来也是会有了。但是我们进来还是要去透过这个报关之后，我们还是要缴税了，只是不多而已啦。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很多事情啊，包含了秘鲁的经济部长啊，我们刚才谈到秘鲁经济部长啊，他就要把他自己的大豆、玉米跟其他产品啊出口从到秘鲁的租借的中国港口，然后再从太平洋运送到亚洲。它整个运输的时间啊，为什么要透过中国这个港口呢？因为它可以运到亚洲时间缩短2周，缩短2周不是让客人早2周拿到商品，客人会很开心，而是因为你缩短时间2周，你就少了2周的运费。会懂老师的意思吗？你东西在运送过程之中，你又不是说一口价，对不对？你还是会有舟船的一些成本，你就进入到船运，然后就要陆运的一些成本。你经过每一天，你就每天的成本产生，包含那些水手是不是也要钱？驾驶员是不是也要钱？但是如果你缩短两个礼拜，那么大众运输它的价格就会差很多。为什么？因为那边有一个深水港叫做前开港，这个深水港是中国“一带一路”，它是重启拉美大型港湾建设的起手式。它在预计啊，这个还没开始，是在2024的年底开始运营，它会成为南美洲最大的港口。这个是中国的港口因为“一带一路”嘛，所以中国就把它拿来用了，对不对？它要变成是说从这个前开港到上海的南美洲海运丝路，所以这个事情啊，就变成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对于整个欧美经济跟亚洲的经济啊，会拉出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所以说真的还是说你要去发展你尽量还是要避开欧美，除非你是高精尖产业的，不然你要避开欧美，因为后面的欧美的经济啊，并不会这么乐观并不会这么乐观，好吗？好，那我们看各位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要讲其他的事情。TikTok 在线都设点了，你们线都设点，你们线是很奇怪的地方吗？
川普当选，美国就不会援助乌克兰了。川普当选，我告诉你，美国就完蛋了，中国就发达了啦。中国肯定希望川普当选了，他肯定希望川普当选的啦。川普当选，那个美国完全是把自己的手脚打残。你有一个义和团在敌人的阵营里面，你还怕什么？你根本就不需要怕什么。你有一个把自己手脚都会打断的一个对手，这样子的人怎么不当选呢？中国肯定很希望这个川普能够当选啊，对不对？他不当选怎么行呢？是不是？当选的话，那真的是美国它的经济会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川普会做生意，但是他不会治国，哦，这个人的看法了，我个人的看法而已，好吧？中国如果一去台湾，等于中国没入侵台，不等于砸了我招牌吗？你可能是新来的一件事情吧，因为我自己讲的是2024的前5年跟后5年，你新来的哈啊，乖，不着急，好吗？哦，这个人是新朋友哈，可能不太了解。台海战役，中国会战胜美国吗？台海战役，中国会战胜美国？台海战役，美国没有，他自己都知道不会赢啊，这个不用去想。你远渡重洋几千公里去打一个跟大型国家的战争，他连俄罗斯都不想打，你觉得他打得赢中国吗？大国之间哦，一次战争就要让对方一定要去逼他于死地，不然的话，输的一定是没钱那一个。谁没钱？不会是中国啊？中国有钱的要命，中央有钱的要命而已啦，但是地方还是很穷的，好吗？所以我发现拼多多的东西其实不错的，以前很多品牌溢价，呃，我不知道，因为我没买过拼多多的东西哈，我没买过它的东西，然后可能好，可能不好吧。啊，我觉得很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有做贸易啊，所以之前有做贸易，所以说我很明白，就是说一件东西啊，它的成本就在那个地方，哦，它的成本就在那个地方，你会突然很便宜，哦，那这个非奸即盗，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哦，它成本就在那个地方了，做出来成本就在这个地方了，那你要再便宜是有困难的。通缩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要看谁的地方哦。在美国，他追求通缩啊，那可是中国政府怕通缩啊。对，那中国政府一太通缩的话，他们的国内循环就产生了卡顿了。但是美国需要通缩啊，因为他们通膨太热了，东西太贵了。哦，说通缩跟通膨，就是看你当下的环境，还有当下的市场的状况，然后你来去使用这些工具。而不是说通缩本身是不好，通膨本身就是好，不是哈。健康的通膨跟健康的通缩，它有在一定的环境之下所产生的，好吗？国内很重复义和团风，比如最近的农夫山泉被黑哦，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农夫山泉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啦，哦，农夫山泉这件事是蛮有趣的哦，它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个事情的。但是你说真的，大家都在讨论嘛？其实老师也去微博去看，说着就说的了，不理的也是不理啦。你真的是有去理的，我说真的，你可能几百万人在中国可能有几百万人很关心这个农夫山泉的事情，但是你问每一个是不是很关心农夫山泉，其实也没有了。舆论就是这样，你自己那一圈人就觉得说啊，大家都在谈，但是你那一圈人在谈，那其他人没有在谈这件事情。这个人家知道，赖清德做不到4年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我就跟你讲，我当时在2018年、2019年，我们做的预测就是两岸统一的时间会在2024的前5年跟后5年。你可以去翻老师所有的，不怕你打脸，就我错了我就认错，我哪有不会错的？我就错过，怎么了不起的？对不对？这次总统大选我就错了，我就承认我错了，错就错了，我也不会去删视频，对不对？这我没有，我虽然是讲玄学，但是我没有说这件事很玄的、好不好？你可以自己去看啊，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那今年是2024年，前5年有没有发生危机？有，你看裴洛西那件事情，对不对？哎，差点就团灭了我们。那今年开始的后5年，那威胁是很大。啊，这个东西已经不是老师在讲了，很多专家都说现在2024年就很危险，最危险可能是2025年、2026、2027年3年之间都很危险，这个是大家都有的公式，只是老师在讲的时候，美国还在说2035年，我就说2024年前5年跟后5年，啊，不要跟我扯什么诚信，你对我 PUA 没有用了，我开频道这么久，哪是你一个新来的朋友，你跟我讲 PUA 说啊你赌你的诚信，讨个派，我会理你，我就不姓陈。中国只剩下习近平一个鸽派，其他都是鹰派，也不至于哈，也不至于这件事情。在中国的一个政治氛围是一个很复杂，应该是极其复杂一个政治体系哦，真的是一个极其复杂政治体系。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啊都没有中国共产党所统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复杂。它里面的一环扣一环，所有的一些东西要西不西，要东不东，然后就变成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它这个东西里面还是很多千疮百孔的问题存在。
真的是很多问题存在，就包含了就是我们讲一个中国最大一个问题好了，你一任省长去做这些省书记去经营的这个省，或是市委书记去经营这个市，请问一下，你今天如果高升之后，那个市里面发生了这些贪渎的问题，或是一些不良工程的问题，他们从来不会去真正的去认真，除非特定的人去打。不然的话，你之前已经高升，已经离开2、3年，甚至5、6年了，你之前做的烂账是后面的要去扛，这就很奇怪。比如说像贵州有些地方做了一大堆，真的是几亿元的一些烂尾楼工程，是不是？那这个工程到底你之前负责那个省长呢，高升去了，那后面去剪彩了出事情，那这个就合理嘛？这不合理啊，对不对？你没有像之前那个明代胡惟庸的造砖弃民的这个政策，就是你做的事情你们要负责到底的。他们对百姓的企业去盖楼也是要造砖弃民，就是你要从监工什么都要去查。说中国现在烂尾楼没有那么多原因，没有那个会倒塌的一些豆腐渣工程不多的原因在这里，因为他们改了这个政策，就是所有人去盖大楼，你都发包出去的，所有人都要去做。但是现在他们的政治人物不是啊，所以说很多人就是等了高升官之后，你后面烂尾叫别人去扛啊，对不对？你除了像那个薄熙来那些人之外，是大头的，他们要去打老虎的。那很多的小官都是这样子摸摸水就过去了，带一大笔钱离开了，对不对？那他之前做的东西都不用负责了，这个就是极其复杂而且非常的官场现形记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我们以后再谈吧，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事情。好，那我们就这个讲不完了，靠腰跟胡说八道太久了。那这样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台海之间的问题比如像现在我们要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说，香港它现在它的一个那个基本法23条的立法草案那最快可能会在这个月的下旬也就差不多这几天吧，会进入3读程序。所以是说在那个香港他们有一个电台叫做自由亚洲他们2月下旬通知香港的部门撤出香港部署分别调到台北跟华盛顿，那么跑到台湾干什么？奇怪了。你那边作乱，你们自己跑到美国去就好了，你跑我台湾干什么？是不是？台湾不够乱了，你们两边添乱的，是不是？真的有意思。而这个状况，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个23条对香港的一个影响在哪里？各位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香港它这个状况虽然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因为香港它所有法理上的一个领土的所有权事实上是应该属于中华民国的，没有讲错好不好？当时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承接大清朝的下一个政权，说香港回归我中华民国的，但形势比人强，对不对？就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而且是英国教的。那英国你应该是懂得要还给中华民国那英国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英国不认同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就是这么悬的事情，所以是说他就还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他这个状况之下跟台湾不一样，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实质的政体，香港并没有一个实质的政体，但是我们就要去看它的基本法23条施行之后，对香港这大概半年的时间，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中国哪一天你收了台湾之后，你还是会有这样子类似的法律在台湾出台，一定也是会有的。任何一个国家它被占领了都会有一个新的统治的一个模式，不可能让你在那边发生内乱，会发生内乱，连清朝都不允许，对不对？清朝你台湾都发生了一些林爽伟，还不是一样派兵给你剿掉，对不对？剿完了再剿，剿完了再剿，是不是死刑反复执行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看香港这23条，它在执行之后，3读通过之后，然后正式实行，半年之内香港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中国也会对于收台湾之后，他要用的治理的方式也会有一些心得。各位一定要去了解一件事情，台海战争打跟不打不在于是火力的对不对等的问题，而是在于中国他要收台湾之后怎么样治理台湾的问题。他问题是在治理，而不是打不打下。没有人去会怀疑，也没有一种可能是中国用武力是没办法收台湾的，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我敢斩钉截铁跟各位去讲，我个人认为，好不好？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体量完全是差很多的。你的蚂蚁不要去想抵抗大象，但是问题就是他如果没办法妥善治理，没有足够的资源，或是没有足够的制度、官员，或是舆论，或是任何东西来去安定台湾的经济跟民生，还有这些民情的话，那么打下来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烦，就是一个麻烦。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你像俄罗斯去收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啊，进去就是进去了，你咋的？对不对？那进去那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国他收了把台湾打趴了，台湾就算投降了，
那你的治理还是很大的问题。无论是你劳保、健保，或者是你现在中华民国的宪法要不要留存，还是变成中华台湾地区特别的行政法，还有你现在官员、公务员你怎么认定？年资是不是认定？那些主管机关你是不是要一概接收？就简单的台湾民主基金会这东西是不是也要归回共产党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海警去闯这个金门禁制水域去做，因为他们又有渔船去翻了嘛，对不对？那渔船翻了，这次事情没有那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没有被黑箱掉，这个一发生就去做，当然还是有不幸的渔民朋友往生了，但是还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是说，现在海警船或是他们的渔船进入到我们所谓的禁限制海域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只能形式性的驱离，但是实际上我们觉得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之前国防部长说，你靠近我们禁限制水域，我们就要授权开放第一级。第一级在哪里？它已经到了6海里了，那已经不是24海里问题，也不是12海里的问题了，它已经接近中国金门的海域6海里了。基本上你台上就可以看到的东西，它在你前面跑来跑去了，你要怎么办？你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老师为什么在说这个不是你要不要道歉的问题了？因为你现在人家已经是要可以直接去接收你的禁限制水域的问题。那他们的海警船也会做他们的一个在这些不断的一个出没，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你要明白怎么去航行。我们虽然知道中国有所谓的北斗卫星，它有所谓的很多的海图，但是你实际的操兵演练，你是需要时间的。就像俄罗斯，我们之前所谈到的，俄罗斯他去换防的时候，他一定说早半年跟你讲，我们要大量的去募兵。募兵完之后呢，那个佣兵团就突然出了事，然后那个不断的俄罗斯的正规军下去换防，这个时间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老师当时就有跟各位讲，训练你的士兵，你没有3个月半年，你根本连立正扫息都不会。那么现在中国现在已经可以让他的海警船不断的走金门的附近海域，甚至让他们的轰二十还是他们的一些特别的船舰去不断的去超越台湾海峡中线之外，他们的东部战区也有多型的舰艇兵实弹去射击演练。这个东西是过去他们会比较隐晦的去进行，或者比较远的海域去进行，但现在不是，现在是直接给你拍影片，就告诉你我们就是直接给你射出来了。包括刚才不是轰20，是大陆的翼龙10无人机去穿越，等等的这些事情都已经开始去做练兵的状况了。而我们的现在的台湾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是准备让我们的义务役士兵去那个沿岸去做那个实弹射击或丢手榴弹。那些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今天共产党要跟你打滩头堡的时候，你台湾就完蛋了。现在的问题根本就是抓错了方向。老师是一个老兵我是受过军事训练的，我个人认为是你去丢手榴弹都没有用，你去说沿岸去海防也都没有用。没有在历史上台湾是因为海防而守住侵略的，没有，从来没有，你连荷兰人都顶不过了，对不对？你有人不重要，有人不重要。我们就看这个，因为台湾去交给日本的这个甲午大海战，那是人数的问题吗？那是军火的问题吗？对，不是，那是你整体训练到不足的问题。日本的铁甲船，他们是已经训练很强了，所以他们一来到甲午海战，大清的水师就一崩即溃。他们进到大清的这个去接受他们的军营的时候，才发现大清军营里面有多少精良的武器大清的士兵都不怕死。但武器也非常精良，但是士兵不会用，没有训练，不会用，所以是说甲午海战打败。说被打败原因不是因为你军火不足，也不是因为你人不够，而是在于你训练的地方不够。那我们现在训练做暗访，那够吗？别人训练就是怎么样在海上给你巡航，然后运补，然后无人机飞跃，然后后面所有东西一步一步进逼过来。但是我们还在再去讨论丢手榴弹是不是很好玩？好，这个事情就已经很远了。所以现在在这个海警的状况之下，其实现在包含了是说，在他们的舆论里面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对台湾发动战争。在过去可能是比较希望说我们尽量和平统一，但是现在的新生代反而就是说希望能够怎么样？希望能够赶快把台湾统一。那这个舆论一旦在年轻世代形成，它就往上去蔓延，这个就是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看到的是国台办他也发言，也是说他愿意创造一个和平统一的空间，但是没有放弃武力统一的选项。这其实
已经一直不断讲的这件事的时候，这件事它就是很容易会去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发生的事情。所以说，你说现在禁限制水域是问题吗？禁限制水域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在于他们已经无视于我们的意愿，美国也不敢去靠近，是说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去介入，因为他们自顾不暇，要选举了，你现在做什么都不好去用，都不好去用。所以台湾现在又被美国的一些专业的评论家认为，台湾又是比过去更加危险的时候，只是我们台湾百姓没有感觉到，但是没感觉也是件好事啦。没有感觉就没有伤害嘛，这也是一件好事。只是既然老师既然讲这个节目啊，就希望大家能够居安思危，还是讲个各位你在亚洲的或在任何世界国家的，你面对到2024年这样子的挑战，你一定要尽快的消除你的负债，尽量的存钱，尽量存钱消除负债，而且降低你这些投资风险的一个仓位不会严的，当然老师说老师自己投资赚钱的，但是问题是老师的仓位就是这么小你这个不是跟一般的不是一般的投资的状况，老师只是有时候跟各位开玩笑，我赚了40%、50%，到现在我赚了66%，66%听起来很多，但是你可能也买不了几个便当，对不对？那是不是这样去想？只是我们要去想，当世界变化的时候，负债是会让你一夕之间失去你的所有。你没有存款的时候，那很多事情账面上的富贵就很容易变得辛巴威化，你可能很多事情就一夕之间就变成泡沫化。所以要记得一定要去尽量消除你的负债，尽量多存现金，而且趁现在我们还有余力的时候，多学习第二专长社会性专长是第3社会性专长，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好吗？好，那我们今天时间控制的差不多我们时间控制差不多，所以是说我们现在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的直播时间到了我们尽量还是把它讲完今天大概是讲完的了。现在无人机打仗了，没有错，合同还是最佳选项，但是这是我们觉得最佳选项但是我们上面的人领导者他们认不认为这是个最佳选项，都是个问号，好吧？好，那最后我们还是再讲一下我们的一个清明节的主德回向法会已经开始了那各位可以去报名。那我们明天会公布我们的八字正式班的课程，它的一个课程介绍还有我们课程开始接受各位的报名。那我们的报名的价格是16800，应该是正式学八字的金额算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你要不要报名你就看一下明天我老师的说明视频，那么再去做决定吧。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感谢各位多按赞，我们下次见。